精彩透丝，娟柔细腻，千丝万缕，绵绵密密。眼前这些精细繁美如同刺绣的作品，却是在一块块坚硬的木板上幻化而出。这项木上绣花的精妙技艺被称作金漆透丝雕，并于2016年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世纪80年代，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小城瑞丽，在改革开放的春潮中一跃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往来于东南亚的木材贸易，为木雕产业筑起了广阔舞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次瑞丽行，让出生于广东佛山木雕世家，从小就与木雕结缘的邓志文，毅然离开家乡，只身来到云南，扎根瑞丽，重新开始自己的木雕创作。那一年，刚满25的邓志文，充其量算是一名木雕新人，但年轻的他却对木雕行业的未来有着一些自己的思考。在我们前辈们，包括我爸，一般做木雕呢，都是凸出来的，因为你要凸出来，必须把周边的木头要铲掉。那这样的话，就我觉得比较浪费这些资源。我呢，在想到怎么用一种雕刻，既能有这种层次感，又能珍惜这些稀缺资源。增添神韵的关键。色彩的运用在传统木雕工艺中已是司空见惯，但对于透丝雕这种独特的雕刻技法来说并不简单。正在邓志文为此而苦心琢磨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故宫游历让他萌生了将明代呛金工艺融入到透丝雕刻中的想法，把那个纯度98的那个金箔来进行填充，从有这个灵感，然后做多次的尝试，大概也花了4年多的时间。4年的苦心钻研，邓志文将古老的阴雕技艺演变创新，同时又吸收了漆雕和玉雕的特点。在经历无数次尝试与失败之后，终于在2014年，一种全新的雕刻技艺金漆透丝雕应运而生。2016年，此项技艺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而邓志文也成为了金漆透丝雕创始人。漆底我们叫第一道叫漆底，然后干透了，再进行用砂纸给它打磨，这是第一道，反反复复大概20次，直接让它的木头的那些毛孔看不到，才进行雕刻。纯天然植物生漆通过高温煮后变成黑色，用灰棉砂擦在纯色的红木面板上，通过20多次反复的擦漆打磨，自然晾干，直到木板表面平整，木孔消失，才能达到雕刻的要求。而此时漆面的厚度大概只是一张 A4 纸的厚度，因为你 A4 纸的厚度很薄的嘛，我们要呈现它的深浅，那有一些部分呢，就要雕到它的木头里面去了。呼吸之间，手起刀落，毫发之细微，气韵之连贯。此时的邓志文目主心凝，时刻保持下刀的节奏，
一气呵成。通过腕力的细微变化，控制着刻线的粗细、深浅和虚实变换，若有毫厘差池，都会导致作品前功尽弃。这是对木雕师手、眼、心法的协调配合的极大考验。因为它需要不单只是眼睛，还有手的腕力，还有腰，这是都要用到力的。如果一不专心，手稍微落重一点，这个整个版面要从头做了。审美、智慧、经验与技艺融汇于手中这把刻刀，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态逐渐显现，刀下原本毫无生气的材料，在一雕一刻间被赋予了无限生机。2014年，在恭王府举办的中华传统木雕技艺精品展上，织纹木业的影雕禅椅一经亮相就惊艳四座。2015年，邓志文受国家文化部邀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青年非遗传承人研修交流活动。2015年12月，邓志文获得中华木作世家称号，全国仅4家，云南唯一一家获此殊荣。与瑞丽这座小城的相识相知，让邓志文的雕刻产业在这里生根发芽。和很多企业家一样，他也选择了将自己的所得回馈给这里更多的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邓志文也深知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从2016年邓志文技能大师工作站成立以后，至今已带徒100余人。几千年这种传承下来的榫卯结构，这个是必须要坚持。但是如果就这样子平的，它没有一种艺术性了。时代不断在变，人的那个眼光、品味也不停的在提升。所以呢，我呢就要求我的所有的员工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创新，把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传统工艺一直传承下去。这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时代，也是一个继古开今的时代。在中国木雕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匠人们用勤劳与智慧将木雕工艺进行着传承与创新。每一件精雕细琢的作品背后，蕴藏的不仅是工匠们多年练就的手艺，更多的是他们安静的刻刀之下对生命的感悟。那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对艺术的挚爱。而金漆透丝雕刻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技艺，将在一代代有志人的手中发扬光大。这是手艺人的选择，更是对工匠精神最好的诠释。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中段碧螺雪山和高黎贡山之间的怒江峡谷。2010年开始，南方电网帮扶怒江州完成20千伏送电线路建设，同时也实现了南方电网20千伏线路带电作业零的突破，填补了南网这一项目的技术空白。郑瑞东和他的团队要做的就是制定安全进入特高压电场进行带电作业的预案，以及安全完成高空带电作业。好，满足面要求，可以登岗作业。说，这次高空带电作业只需要1个人完成，无论组员有多么认真的在配合工作，一旦上塔，所有压力和危险都只在郑瑞东1个人身上。塔高最低几十米，最高上百米，郑瑞东要以最快的速度徒手攀爬到检测点，要克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恐高。我师傅带我去作业的第一天，我爬到一半我不敢爬了嘛，我就在那上面就那个塔中间站了个把小时，第一次，哎，那真叫用我们云南话叫抖铃磕蛋的。
报告小组负责人，请求绝缘子。好，可以进行检测。绝缘子是一种特殊的绝缘控件，它的作用就是在架空输电线路中支撑导线。一旦绝缘子出现问题，将会影响整个福贡县居民的正常用电。在镜头里，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郑瑞东一直是双手在操控作业，操纵杆对着绝缘子逐一检测，再完成下一个动作，整个作业一气呵成。但实际上，危险一直伴随。首先要在距离地面几十米的高空对风速有预判，身体始终能在风速骤变的情况下找到平衡点。在检测过程中，操作员必须具备精准的手感和耳力。线路带电运行中，导线会发出电晕的声音。郑瑞东仅仅凭借耳朵听，就能判断出不超过2毫米细的微小铝线哪里有损伤以及损伤的程度。在完成整个带电高空作业时，他身上的全部装备是一根保险锁，危险如影随形，而与之相伴的还有说变就变的天气。踩着湿滑的塔钉，郑瑞东的膝盖受了伤，而这也是他们的日常。碰到脚了是吧？脚上就没有伤吗？这个磕碰是很难免的，因为这个特别是那种输电网的作业很难免。一下雨那个塔台是很滑的，这脚钉就是一根小钢筋嘛，它这个就是那个接触面是很小的，跟鞋的接触面是很小的，一踩就很容易滑。雨过天晴，郑瑞东再次上塔，这样来回了3次，郑瑞东才完成了一座电塔的检测工作。极限化的胆量、意志、体能、耐性、责任心和本行业的技术操作本领，在10几年的所有高空带电作业中，郑瑞东的作业完成是零失误。好，确认操作完毕，可以下塔。做10万次作业，就有一次发生这个事故，就属于正常范畴了。高压电塔大多在深山里，很多时候徒步到达目的地需要1整天，寒来暑往，人们或许在不经意间远远地看到高塔上有一个孤独的身影，那是带电作业的师傅们爬山涉水10几个小时之后的坚持。夜幕降临，当万家灯火闪烁摇曳的时候，结束作业的他们也许还在黑夜中踉跄踱步。10多年，每年200多天穿行在高山峡谷间，行程2万多公里。郑瑞东的户外作业足迹遍布云南16个州市、上百个县市区乡镇。2005年，从部队转业的郑瑞东进入南方电网云南分公司。面对一个陌生的行业，一切只能从零开始，克服恐高心理，练手感听力，所有技能先尝试，再琢磨，再尝试。别人练10次，郑瑞东就练20次、30次，直到手眼一致，成竹在胸。只要和专业相关的，郑瑞东统统都要知所以然。用他的话来说，专注和敬业是做好事情的前提。正是以这样的态度，郑瑞东一步一步成为云南带电作业的领军人物。除了带电作业工作之外，郑瑞东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兼顾，就是在做强现有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向国际国内前沿技术看齐。先后参与南网43本配电网带电作业指导书编写工作，参与南网昆明培训基地14个类别的培训大纲编写。自2007年以来，郑瑞东以骄人的成绩先后获得国家专利16项，
国家、行业、南网等研发成果奖30余项。2014年9月，以郑瑞东名字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2019年，郑瑞东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一份工作，沉淀着积年累月的精湛技艺；一个岗位，承担着社会民生的重大责任。郑瑞东凭借着自身的责任与担当、专注与坚守，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以永不懈怠的工匠精神，不断超越自我，创新事业。这是真正的工匠担当，兼济天下。